现在啊，只要一提到新能源车型啊，大家就会在新势力里面挑挑拣拣啊。差点忘了比亚迪。那如果你手持20多万的话，你会选择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型呢？我今天啊选了一台非凡 R7，大家觉得它怎么样？其实我今天还约了潇潇，一会儿他来了，看看他选的是什么车型。哦，来了。来这么早啊？怎么样，浩博 GT 帅吧？还浩博 GT， 广汽埃安就广汽埃安，还把名头给省了，怕别人知道你是国产啊？什么话这是？这车可是广汽埃安高端 Hyper 系列，而且你看，它的 logo 都换成全新的了啊！对。再说了，你清高你了不起，你那车不也是上汽的高端纯电品牌吗？哟，三日不见，刮目相看啊，孙阿蒙啊！但是人家做高端啊，就是稳扎稳打的。你这个广汽做高端，做高端品牌里面的 LV 还不行，还要做高端品牌里的爱马仕，你也不看看他有这资格吗？行，打住啊！说吧，今天想比什么啊？我的埃安牌大刀已经按耐不住了，马上磨刀霍霍像牛羊啊！啊，谁是猪羊牛马还不一定呢，走着。哼。Round 1。那么老生常谈，咱们还是从外观内饰开始说起。俗话说，见车如见人，什么样的人开什么样的车。哦，那你这个车确实有点老成哈。哎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你比不过就开始人生攻坤了是吧？切，我这还用比吗？你放这一看，简直就是碾压你。浩博 GT 7亿后驱。咱们就不说那5个亿啊，就单看这2个亿就是碾压。而且这个车呢，风阻是0.197 CD， 它的轴距呢是2920毫米，0百只需要4.9秒啊，简直就是要颜值有颜值，要实力有实力，要外观有外观啊。那你这意思是选手裁判你一个人当了呗？再说了，你这车长不到5米，轴距不到3米，你也好意思说空间？来看看非凡 F7， 车长5米，轴距3米啊。且不说这些。这台车还有5.7秒的2驱和3.7秒的4驱可以选，那你一个后驱车，你还好意思叫 GT 跑车啊？笑话！傻快就是跑车了，那你坐高铁好了，又快又宽敞。无语死了。坐高铁好了，又快又宽敞。行了，我这外观我就让你一回，内饰你铁定输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非凡还拿过红点奖，好吧？哦呦，奔驰设计师看了直呼内行啊！你想表达什么？你想说非凡抄袭了？这还用说抄袭吗？这不就明摆着吗？我跟你说，它只是借鉴了而已，只是有些元素相似，它还是有原创设计的，好吧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比起非凡，我们这个浩博 GT 它原创度就非常高了，几乎可以说是全部原创。而且你看里面的内饰啊，简单高级。还有啊，现在这个车没有20个扬声器，应该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吧？我这车23个。扬声器多就好吗？啊，你敢不敢说你扬声器是什么牌子的？因为它没有牌子。再说了，我觉得我的非凡 F7它16个扬声器已经很好了。内饰的话，我说实话啊，整体看着还行，但是啊，细节啊真的是太拉胯了，经不起推敲。行了，审美这个东西它是非常主观的，我们还是让网友来评价了。兄弟们，把浩博 GT 打在公屏上，把非凡 F7打公屏上。Round 2。那第2局咱们比智能化，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杀手锏之一啊，智能化必须过关。非凡 F7搭载的是 Racing OS 8155芯片，配置直接拉满了，而且即便不是顶配车型，它也支持 L3级的辅助驾驶。那你呢？打住啊！说的好像谁没有8155芯片一样，我这车也有 L3级的智能驾驶辅助，而且它除了那些常规的毫米波雷达、超声波雷达、各种各样的摄像头之外，它还给你搭载了红外遥感技术，另外还有3颗激光雷达，从硬件到软件上都很硬。但是你的浩博 GT 舒适性配置低啊，且不说你的旋翼门啊花里胡哨的，你那后排帕拉梅拉同款的尾翼，车子不咋快，坤翼倒挺多的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车根本就不适合你这样的老年人，就适合我们这种年轻人。说吧，还有什么招都使出来吧。非凡 F7全车座椅支持电动调节啊，而且还支持座椅加热、座椅通风，前排的座椅还支持座椅按摩。你这个车啊，浩博 GT 只有顶配才享受得到。等等啊，
你先别忽悠人。你说的这个前排的按摩，还有后排的这些功能，是不是要选装7000块钱才可以啊？啊，7000块钱选装，你还要啥自行车？你这个浩博 GT 啊，后排有吗？一根毛都没有。你周边有个毛啊你？你有毛吗？一根都没有。切，哼。Round 能看到它这个反应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像一个老司机的反应，基本上是在2-3。
这局简直就是碾压，不用比了吧？你让我开开浩博 GT 啊，我感受感受。来，我比你来。较比较。来就来，怕谁啊？你等我回来啊。Later，怎么样？我觉得旗鼓相当吧，就算好也好不了一点。输了就输了，找那么多借口干嘛？啊那不行，那就是差不了太多，知道吧？说了这么多，比了这么多，那么这两台车究竟该怎么选，交给屏幕前的你了。是的，如果说你不是特定的伪粉、底粉、特粉各种各样的特定粉的话，那这两台车它其实是背靠国营车企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它是靠谱的，而且在自主品牌向上这个道路上迈出了难得可贵的一步。没错，一台车它不仅要看车做的如何，还要看它背后的制造商靠不靠谱。一台车要陪你好几年呢，你不想这台车还没有报废，它的制造商就已经破产倒闭了吧？两台车，两个选择，两个方向。那虽然他们都是创二代啊，但是他们在20万纯电的这个市场当中进步神速，甚至已经把一些卷的一些老牌的合资车企都已经被迫降价了。好了，那么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。这两台车该怎么选，交给你了。咱们一键3连，记得不要忘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